这些就是我一年四季所有外穿的衣服，一共是27件。虽然这些衣服的数量并不算多，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不够穿或者穿得不够好。那这期视频就来分享我的5个购衣法则，如何买得少却穿得好。第一个法则就是只买经典款，也就是那些简单的、朴素的、没有浮夸设计的款式，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这种条纹 T 恤、纯色衬衫、连帽卫衣，还有直筒牛仔裤。那这实际上是对零迪效应的一个应用。零迪效应就是说，一个事情它在过去存在的时间越长，那么它在未来存在的时间也大概率会更长。那比如说非常经典的一些电影作品，像《教父》《肖申克的救赎》，他们在过去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成为了经典。那么相比现在流行的一些电影，那么它大概率在未来也会受到更多人的喜爱，能够存在更长的时间。那买衣服也是一样的，尽量去选择经典款，因为如果我们总是在追逐当下流行的款式，那很可能2年前买的衣服到现在已经觉得很违和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衣柜里的衣服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我也统计我所有衣服和裤子的信息，它们几乎都是纯色的或者是条纹的，很多都是同款不同色。它们的平均使用时长和中位数都是900多天，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因为有的衣服就是被我穿到磨损然后淘汰的。第二个法则是只买百搭款。如果你用过 Notion， 你会觉得它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块状内容，你可以随意的拖拽组合。那其实衣服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衣柜里随便拿出2件就能够随意的组合搭配，那你就省去了很多穿搭的烦恼，而且也可以最大化的让每一件衣服发挥它的价值，高频率的去穿它。比如说我的春秋衣柜里就有3件衬衫、4件卫衣、2件毛衣，还有4条4季长裤。那么我随意拿出1件衬衫、1件卫衣或者毛衣和1条长裤，那春秋的穿搭就已经解决了。那到了冬天非常简单，我只需要在我的毛衣或者卫衣外面加一个羽绒背心或者是羽绒服外套就可以了，这样就很方便。第3个法则是只买舒适款，也就是只买让你自己穿起来非常舒服合身的款式。我记得在我奉行极简主义之前，其实我也曾经会为了好看而牺牲舒适度。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件很重的大衣，每次穿上它穿几个小时，我的颈椎脖子就会酸痛，所以后来就很少再穿它，买来也没穿几次就放在衣柜压箱底了。那如果你不想让你花的钱变成压箱底的累赘，那你就一定要确保你买的衣服是舒服合身的。那在这里其实也要提一点，就是尽量去买好打理的材质，比如说毛衣相比于卫衣其实就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成本去打理，因为它容易起球。像我身上这件毛衣就是已经起球了，但是我的卫衣一直是完好无损。那第4个法则就是只买跟你相匹配的店铺或者品牌的衣服。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确定了说买经典款、买百搭款以及买舒适款，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去哪里去购买。在这一步，如果我们想省下更多时间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只去其中的2、3个非常匹配你本身个人情况的店铺去购买。那这个匹配就是包括它的款式设计、尺寸比例以及金钱价位都是跟你的个人情况相匹配的。那以我为例，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的，因为这2个品牌他们的设计基本都是基本款，比较符合我的审美和喜好，而且它的尺寸比例对我来说也是刚好吧，我总是能够在他们店里找到匹配我身材的这样的衣服，以及它的价格对我来说也还 OK， 所以这几年我几乎只在这2家店买我的衣服和裤子。但是我这里并不是说这2个品牌就是最好的，他们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想强调的重点是说，你应该去找到适合你的店铺，然后这个店铺或这个品牌从各个方面来说跟你都很匹配。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大促期间去花很多时间对比很多款、很多家的衣服，然后一个个试来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重点是在匹配，而不是哪一个品牌。你要找到属于你的那个最好的选择。第5个原则就是线下试穿，线上购买。那我的衣柜里很多都是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都有线下店，所以我如果需要购买的话，我会去到他们的店里先去试穿，试穿之后，然后到
线上购买。因为有的衣服可能你试穿完觉得非常的合适，但是在那个阶段它的价格还比较贵，那你就可以等到它大促的时候再去下单。像优衣库很多衣服或者裤子，它的上市价可能是249，可是过几个月之后它就一直降价，可能会降到99甚至79，那这种时候再买就可以省下很多钱。线下试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找到完全适合你、匹配你的这样的衣服，而不必从线上去买很多来试穿，然后再退货。有的时候可能你从网上怎么买都买不到合适的，然后就将就留下一款，但是其实你对它是有一些不满意的，不管是设计、材质、质量还是颜色，有任何不满意的尽量不要留下来。从我的经验来说，你一开始的有一点不满意，以后会慢慢的放大，一直到你可能就不想再穿它。比如说我那个大衣，我只是为了它的好看买了，但是它非常不舒服，那我后面就很少再穿它，所以这其实也很浪费，没有发挥这个衣服的价值。OK， 那以上就是这5条原则。我想说的是，其实这5条原则也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不适合那些对穿着有非常高的要求，想追求一些独特性的朋友来说，其实是非常不适合的。因为我前2天就听到身边有人说，买优衣库最大的困扰就是出门在街上会撞衫。那其实我走在街上，我就会发现我的很多衣服都是撞衫的，只是我个人对这一点并不在意。所以其实这5条原则就是适合不那么追求独特，同时也想不为穿搭而焦虑，想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省下更多时间、更多金钱的朋友们。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收藏、关注，我会更新更多有用的内容。OK， 我们下期再见。